我是瓜皮儿，猎鹰与冬兵前情提要。朔灭事件让无数人流离失所，政府设立 JRC， 将世界各地朔灭归来的人带到了安置营，而这其中有数百万人被强迫居住。5年前的他们在家中消失，5年后归来时，住宅已经归属他人。为了反抗政府，民间出现了一个名为碎骑者的组织。头目卡利是个典型的激进派分子，他们从马德里坡之王的能力掮客手中偷走了超级血清，主干人员体能全部增强。山姆和巴基追查了他们数周时间，几次都没能拦住一根筋的卡利，好在过程中泽莫男爵摧毁了剩余的血清，斩断了生产血清的老母鸡。而此时新美国队长沃克带领战星来马也参与了行动，意外捡到最后一瓶血清，沃克在心态的影响下将其注射进了体内，加之过程中卡利失手杀死来马，沃克当即暴走，众目睽睽之下杀害了一名碎骑者成员。为防止他一错再错，巴基山姆夺下盾牌交由国会处置，战斗也让山姆的翅膀当场报废，事态影响极大。国会扯了沃克的所有福利，命他卸任美国队长一职。沃克的品质被瓦尔看中，他决定提供一条新的出路。泽莫被瓦坎达关进了拉夫特海上监狱，在巴基的请求下，瓦坎达为山姆提供了一套全新战衣。而就在此时，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 JRC 大厅正在进行补丁法的投票会议，仅凭围桌而坐的众议员就能解决几百万人的去留。卡利盯上了这场会议，并发起了袭击。会址被警方全面封锁，上空设立了禁飞区，一众议员被提前埋伏好的碎骑者成员挟为人质。收到消息的山姆飞到了会址附近，巴基也已经进入封锁区。山姆叫来了后援，那便是伪装好的沙伦。碍于沙伦还被美政通缉，只能在暗中帮忙。见到山姆飞来，卡利招呼手下展开行动，把躲在会议室的所有参议员逼出大楼。等山姆赶到并制服一名碎骑者后，才意识到卡利的计划，但他们已经没有功夫实施营救。受拥而来的巴托克不停阻挠着山姆的行动，山姆见状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巴基和沙伦。参议员们在恐慌之中紧急撤离，各自前往地库乘坐车辆，而他们不知道疏散警卫中隐藏着不少碎骑者成员。沙伦一直跟在后面寻找机会，碎骑者们将肛门封死，不给参议员们任何退路。此时巴基接到了卡利的电话，他想让巴基弃暗投明。沾满鲜血的冬日战士跟自己没有区别，在选择这个问题上，巴基比任何人都清楚后果，所以他不论如何都要阻止卡利。可这通电话本意并不是劝降，而是拖延巴基的时间，因为载满参议员的卡车已经离开了大楼，这些人质会在6分钟内送到卡利手中。沙伦利用剧毒的汞蒸气干掉了一名碎骑者，剩下的追击只能交给杨过与雕了。巴基在一辆大牛面前按下了 F， 油门到底狂追卡车。沙伦传来坏消息，还有一批人质走的是天路，会飞的只能交给山姆，而山姆还在跟巴托克大战。江湖救急，他先走一步。这里怎么也没想明白驾驶员的操作是为何意啊？论敏捷的话，直升机也不如猎鹰啊。蛇皮走位感觉像是脱裤子放屁。山姆见状派出了增强红翼，扫描出其中一位参议员拥有飞行员驾照，一个疯狂的计划生了出来。没想到驾驶员差点死于自己的走位。震惊让人震惊啊！此时卡车即将抵达卡利面前，他一番话让不少成员有了退意，情况不对就撕票，大家参与行动多是为了改变投票结果。照卡利这么做下去，碎骑者迟早要完的。就在卡利接手人质时，巴基赶到了。活生生一摩托破坏者呀！卡利知道拦住巴基需要消耗大量时间，于是他点燃了一辆卡车，让巴基不得不分心去救人。而巴基也的确这么做了。正当卡利准备撤退时，那个男人来了。Morgenthau! Let's finish this. I didn't mean to kill your friend. I don't want to hurt people that don't matter. You don't think Lamar's life matters? 沃克为了替兄弟报仇，一个人杀向了所有碎骑者。烈焰中，巴基拼了命的用击臂敲击着肛门。哎，这话说的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又好像没啥毛病呢？
他顺利救下了人质。此时沃克打造的山寨盾牌满是凹痕，面对一众强化战士的围攻，沃克有些吃力，但想起莱玛的死，他苦苦支撑着。这时巴基冲过来帮助沃克摆脱困境，与卡利等人再次交战。空中的山姆为持有驾照的参议员拨去了电话，约定了一起出手的时间。由于载满人质，山姆不能对直升机造成破坏，以至于追击过程状况连连。终于抓住了机会，山姆和红毅共同出手解决掉了驾驶员，将其丢入了哈德逊河。参议员也不负期望，接过了驾驶权。即便有了巴基的帮助，人数方面依然处于劣势。沃克紧握残破的盾牌，一心想要斩杀卡利，逐渐也失去了理智，这导致沃克的战斗破绽百出。眼看回不了头，卡利开着卡车撞向了沟壑，想把车上的人质摔死。巴基赢下对决，但这10余米的高度，他也不可能接住卡车，所有人的心卡在了嗓子眼儿。沃克再次起身追向卡利，可当他看到命悬一线的人质时，犹豫了，一边是复仇，一边是正义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沃克醒悟了，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。沃克丢下盾牌，死死拉住了卡车。面对2名碎骑者的围攻，手都不松一下，可他终究还是体力耗尽，被卡利硬扯了一下。坠落的过程中，卡车停在了半空，只见一面盾牌出现在人们面前。山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，配合红翼的强大推进力，山姆救下了人质。一时间，山姆俘获不少迷津。极端的卡利还想反抗，可他面对的是3个跟美国队长有关的男人。巴托克中路封烟，让卡利趁机逃走，3人组紧追不舍。途中，巴基向沙伦报了点，准备包围卡利他们。山姆扫描了碎骑者，兵分2路，他独自一人向前追去。卡利被熟悉的声音吸引了过去，却被沙伦挡在面前，或者说是能力前客。流亡多年的沙伦就是马德里坡之王，他重新向卡利抛出橄榄枝，联手改变世界不香吗？非得大材小用针对 GRC。可现在的卡利连能力前客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沙伦早有预料，巴托克就是他安插的卧底，这世道给钱啥都干呢。巴托克借这个机会坐地起价，沙伦抬手就是一枪，而他也被卡利射中。当山姆根据枪声赶到后，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。直到现在，山姆还不忘唤醒卡利，他没有还击，而是一直让卡利收手。在山姆看来，卡利只是个选错路的孩子，哪怕枪指着自己的头，山姆都没有退让。枪响过后，卡利倒在了地上，沙伦击中了他的要害。在临死前，卡利对山姆说了句对不起。卡利死了，碎骑者结束了。其他落跑的成员被巴基和沃克引到了鬼子老巢，无战斗一窝端。 Mercy bears richer fruit than strict justice. Lincoln? Really? Great man, great quote. Not when you say it. 山姆抱着卡利的遗体飞到了世人面前，这孩子只是连带牺牲。他当着媒体的面质疑 GRC 的高层，你们用强迫手段把难民赶进安置营，之后投票决定他们的去留，这种行为等同于恐怖分子。很多现实的问题 GRC 也都考虑过，例如100万多的人如何安置，消失了5年的人，国家该不该出钱抚养之类。山姆不是在质疑 GRC 存在的意义，而是质疑高层们轻描淡写的抉择。当他们被挟为人质，在死亡边缘徘徊时，其实和朔灭归来的难民们一样无助绝望。山姆希望参议员知道能力的代价，手握大权不为百姓着想，如同超级英雄不为正义而战。自己一个黑人都能当上美国队长，还有什么不能改变？山姆怼的参议员们哑口无言，对他所做的一切，巴基只说了一句话 Nice job, Cap. Thanks. 这句话承载的重量可想而知。事后，山姆去打捞掉进哈德逊河的碎骑者，他们全体被捕，将送往拉夫特监狱。而在半路，押送车原地爆炸，所有超级战士葬身火海。出手的人正是泽莫男爵的老管家。听着收音机里的报道，泽莫心满意足地躺在了床上。瓦尔一看就知道是泽莫干的，也就他如此执着于摧毁超级战士。他等待了许久的沃克走了出来，撇去了蓝色元素，拥有了正确定位。沃克正式成为美国特工。巴基来到中岛先生家，坦白了其儿子死亡的真相，那是曾经的自己做的，而这份愧疚会伴随巴基一生。他把小本本留给了雷诺医生，最大的疾病源于自己的内心，但现在巴基已经痊愈了。山姆来到了以赛亚的家中，他证明了以赛亚观点的错误，黑人也能成为美国队长，而且当得不赖。山姆改变不了肤色，也无法取消歧视问题，但他不在乎流言蜚语，只要为真理而战即可。
山姆带着以赛亚爷孙来到了博物馆，让世人都能记住这个曾经被遗弃的老兵。山姆还完成了对沙伦的承诺，国会全面赦免了沙伦，他重新成为了13号特工。这对能力掮客来说，等于拥有了政府的权限，拥有了数不清的资源与财富。在这之后，山姆和巴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望着渐入地平线的夕阳，兄弟俩终于等来了宁静。美国队长与冬日战士的旅程还在继续，这个结局还算令人满意，至少约翰沃克在这集的表现很吸粉。仇恨面前明辨是非，不 talk 不墨迹，是个真男人。希望美国特工这个角色还有后续。沙伦是能力掮客，笑死了，竟然一点也不惊讶。怎么说呢？这波魔改有点梦幻，不交代成为能力掮客的过程，怕是要拍摄衍生剧。最后就是杨过和雕，就像山姆说的，一个黑人成为了美国队长，首先就要面对肤色问题。偏见和歧视是人性的一部分，很多东西是从骨子里面出来的。近期弗洛伊德案件出了结果，白人警察肖万的3项罪名成立，牢饭那是必须吃了。最后一集映射了现实状况，那口口声声说讲民主，实际上却是搞资本，搞种族歧视，搞优越感。黑人完了又变我们亚洲人。猎鹰冬兵最后一集的标题就是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民族。不以英雄主义来看的话，随写者的初衷其实很正确，只不过卡利的做法太过极端，好坏之分越来越模糊。刚播出最后一集时，不少人都吐槽山姆，但各位仔细回味一下整个过程，山姆和卡利之所以有同理心，原因不正是上面提到的社会现状。山姆作为一个黑人，首先他就必须经历肤色带来的问题。以赛亚对他说过，黑人当不了美国队长，即便能当，有自尊心的黑人也不愿意当。这话细品很苦涩，他们也曾经为了自己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经历了诸多苦难换来的和平，最后却遭到了不和平的对待。像以赛亚这种只是个代表，背后遭受苦难的善良人还有很多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友好的。搞这些阴阳怪气的东西，并非是某一个种族，而是某一类人。这一类人可以是任何肤色，也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所有人。与以赛亚经历截然不同的山姆就选择了另一条路，这也是他每次对卡利放水的原因。山姆的经历基本上就是本剧的核心，朔灭归来后没有生计手段，贷款被驳回，盾牌被转让，唯一支撑他的动力就是复仇者的身份。而卡利生来就被遗弃，流落街头，被唐雅收养长大，同时被朔灭影响，卡利感受到了社会的冷漠，于是他跑到马德里坡投靠沙伦，想要获得改变现状的力量。卡利所在的安置营等同于是他的家，而 GRC 却要收回这一切，流放难民们回归苦难之中。于是他走上了极端，是不是和山姆很类似，都是被遗弃压迫的人，形同攀嘎之交嘛？因此有了类似惺惺相惜的感觉，这才是山姆迟迟不对卡利下手，而是想通过 talk 让他回头的真正原因。可惜事与愿违啊，正如泽莫所说，卡利没救了，他太极端了，阻止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杀了他。对于刚刚成为美国队长的山姆来说，这个坏人还是由能力掮客沙伦来当吧，反正结局都是一样的。在做这期视频的过程中，依然发现很多网友执念于杨过与雕暴力夺盾的那件事上，也有不少人说是山姆的败笔，遇事不决就talk力学，完全可以遵照蜘蛛侠2的剧情来理解嘛。所有人都以为山姆要继承美队的时候，他认为自己不够格，选择放弃，后面遇到了大麻烦，不得不夺回伊迪丝，也就是盾牌啊。不管是盾牌还是伊迪丝，都是前辈的一种认可。出于私心来说吧，我拿回我的东西没毛病吧？史蒂夫送的四舍五入就等于是山姆自己的嘛？显然不能这么说。根据沃克当时的情况来看，阻止他的确比较稳妥，既防止他继续杀人，还能让他保持冷静，不去送死。也不是说谁对谁错吧，不抢盾，后面怎么继承美国队长Morgenthau! You of all people bought into that bullshit. There is richer fruit than strict justice. That's Captain America. Nice job, Cap. 第一次见面，山姆是希望和平解决问题，很明显他当时差点成功，沃克莽了一波前功尽弃。最后的 talk 是不想有更多的牺牲，问题的根本不只是因为卡利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而巴基全程就是两肋插刀的好汉，是美队永远的基友啊。
在结尾，巴基也得到了自己的救赎，他完成小本本的清单，得没得到中岛的原谅不知道，但看最后中岛和女孩的笑脸，也许已经放下了这个恩怨了。巴基的结局就像史蒂夫，得到了本属于自己却一直没有拥有过的平凡生活，还得了个新 CP， 特东还是工兵。漫威这种合家团圆的结局还真有点不适应了。猎鹰与冬兵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在这里想说一句啊，若不是本集的解释，从头到尾都没太理解碎骑者的真正动机。开始我还以为就是一群反社会分子。官方消息称剧本因为疫情有所更改，也导致了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。只要过程看爽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演都演完了，也不必在乎这么多了。有的粉丝就是冲着巴基的颜来的，也有人对沃克泽莫路转粉。大家甚至都忘记了旺达幻视没有奇异博士，还忘记了吃屏幕的事。接下来期待洛基的独立剧集，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啊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